我们把车直接就拉进来，因为它这个地上呀有这个保护的这叫什么纸啊，特别厚，所以我们的车子可以开始拉进来。这个活呢，我接了一个2手活啊。之前有一个师傅呢，他是装到一半出了问题了，走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有利于我们师傅后期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。来看一下这个大板，这就是集成板。现在啊，集成板都这么大了，1.2米得有吧？我去，看这个顶。这样吊出来的话，确实好看漂亮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减弱了它的这个实用性。集成的目的应该就是那种好安装、好拆卸，我们这里面的电路了或者有管路了好维修。现在近2年呢，就推出这些大板，还有比这大的，我见过2米大的板，那个蜂窝板，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集成板。然后这个店家呢卖了一个电动晾衣架。上一个师傅呢已经都拆好了，它是要安装的位置呢就是这里。你看这边它这个孔都已经打好了，很明显它这个孔打的是6毫米的孔，它用的是6毫米的吊杆。其实，在我们正规安装电动晾衣架的时候是不用这种6毫米的吊杆，因为太细了。这一块板哪去了？可不是这一块，不是我刚才拿的这一块，这一块板是一块新板。这个师傅啊，前几天他来装这个衣架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怎么弄的。他拆板的时候啊，拆了板要打孔，然后把这个板不小心就掉在地上，像这些边边角角容易磕碰，直到磕到地上去啊，这个板就废了。然后他是用钳子掰过来掰过去，然后越掰越烂，最后呢就业主不同意了，就换了一块新板。然后商家这边呢也就换了师傅了，这是实体店的活，这不是网单。现在我给他装这个给所有的师傅提个醒，在安装这种大板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一不小心掉下来，不管是大板还是小板，你一旦掉下来，这个板一磕碰，一块板就废了。你当时没有板，你像这么大的板，他当时没有，那没办法，没法安装了。说那303这种小板的话，我们可以从边边上拿一块过来补在这里，后期它再补那个洞也行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晾衣架给它装一下。这个电源线要打一个孔，把这个线穿出来。我开口可没那么小气啊，直接我就开个20的。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，我安装这种衣架的话是不需要拆板然后打孔的。所以我们要把这块板呢安装上去，我才发现2个板之间呢有半公分的缝隙，然后我才留意了一下，这块板也没有装上去。现在要重新把这块板呢重新安装上去。现在我还以为只有这块板有问题，这块板都有问题，这块板都没有完全的装进去，然后这边打的胶全部都开了。这个不太好弄了。有时候你别看我这个动作会有点粗暴啊，但是你看这效果，这个板你推它就是进不去，但是你有一个敲击力的话，它瞬间就卡到那个槽里面。现在这边的缝隙也已经降下来了。我们把这一块上好以后，再上这一块。他拆这个板的目的啊，我现在已经清楚了。他就是在安装的时候，他没有加长钻头，安装的方法和我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要拆了顶，先打孔，打好孔以后再上板。对于这些大板，还有一些蜂窝大板的话，这个干法就不合适。还是我们安装的方法比较好。好，现在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安装了。
这个线已经给它拉出来。穿线在打孔的位置呢，缠一点这个胶带，因为防止它割破线皮，导致漏电。有这种掉点的情况下，我画孔一般是不用样板纸的，直接用尺子左右取中，然后量就可以了。像这个打孔的时候，它在这里不是开了一个小孔吗？如果你在这个小孔上打的话，咱们这个钻头是定不住位的，所以说只能给它偏一点，少偏开一点去打，这样就好定位。关于这个制作加长吊杆呢，这一期我就不拍了，因为之前的视频呢拍过好多，还有在合集里面呢也有详细的教程。我们安装的时候有加长钻头，然后再做上加长吊杆，这个顶完全是没有必要拆的，包括是石膏板吊顶，安装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。如果是一个人安装的话，我们可以把一边的螺母呢先带上去，当然是要留缝隙的，把这个晾衣架插进去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另一边去固定螺丝，这个也不会掉。现在这个衣杆呢已经装好了，看一下这个距离挨着墙已经太近了，再稍大一点的话，这个杆是要切掉的。收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更加的直观。突然间感觉这个可以伸缩的杆它的实用性更强。看这距离。5公分，2指宽。好了，这个活儿我们已经干完了，收拾工具准备撤离。看一下这个小车，这么多工具如果扛进来的话，差不多要走1公里吧。小区不让进车，哎，我们做安装的实在太难了。兄弟们，2个字告诉大家：挺住。